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最甜的笑，之给合作最合拍的人。谁说王一博总是冷脸？不过是分人而已。微博之夜，他大多清冷严肃，颁奖时却笑意温柔，眉眼皆是暖意的微博之夜直播，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被一个不到3秒的镜头精准狙击。当时，王一博一身挺刮的中山装，穿过闪光灯交织的红毯步入内场，脸上是大家熟悉的清冷神情，下颌线绷紧，眼神沉静，甚至被不少观众调侃又出现了博地巡视领地的气场。然而，就在颁奖环节，当他的目光掠过人群，与台侧的探索心境系列制片人魏克然相遇的瞬间，整个画面的温度陡变。那种笑意不是礼节性的嘴角上扬，而是从眼底瞬间漾开，一路蔓延到眉梢，整张脸庞都明亮柔和起来。他甚至微微倾身，主动伸出手去。这个被粉丝1秒截图疯狂转发的变脸现场，成了当晚最出圈的表情包之一，配文更是精准。谁说王一博不会笑？那得看看站在对面的是谁。双引号，这戏剧性的一幕，简直是对王一博公众形象最生动的注脚。我们习惯了他在镜头前的冷，这种冷几乎是内娱对他的一种共识性认知。走红毯时，他步速偏快，很少长时间驻足，对主持人的提问回答简洁，偶尔点头致意，被媒体形容为有一种清贵的疏离感。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的那场镜头扫过他，他正襟危坐，双手交叠放在膝上，目光直视前方舞台，脸上几乎没有多余的表情，被观众戏称为像来参加学术会议的优等生。甚至在2023年某次品牌直播中，当主持人试图进行一些活泼的互动时，他略显拘谨的反应和简短的应答，一度让现场气氛有些降温。这部分片段后来被截取传播，进一步固化了其冷脸酷盖的标签。但如果你就此认定这就是王一博的全部，那恐怕错过了他最真实的另一面。他的甜和热有着极其明确的指向性，那个对魏克然展露的王甜甜式笑容，绝非偶然。回溯2023年，两人在探索心境纪录片项目中的合作，早已铺垫了这种深厚的信任与默契。在片场花絮里，王一博与魏克然讨论攀登雪山镜头时，神情专注，但肢体语言是放松的，会认真倾听，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2025年初的某次颁奖礼上，两人同台领奖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礼仪人员递上奖杯和花束时有些忙乱，王一博极其自然地先接过了魏克然手中的花，帮他拿稳，再转身面向观众。整个过程流畅默契，没有语言交流，全靠眼神示意。这种在公开场合下意识的照顾举动，远比一个笑容更能说明问题对方是被划入安全区，值得尊重与维护的伙伴。这种基于专业认可与共同奋斗而产生的特殊待遇，在王一博的社交图谱中并非孤立。时间拉回到2019年，在拍摄电视剧《陈情令》期间，大量未公开的片场花絮显示，王一博与搭档肖战的相处模式与他在其他公开场合的状态截然不同。他会因为在片场打闹而笑得直接蹲在地上，会因为一个玩笑而追着对方跑，也会在对方接受采访时，在一旁做出各种搞怪表情试图干扰。更微妙的是，在一些双人采访中，他的视线会不自觉地跟随对方的动作移动。当对方发言时，他会呈现出一种全神贯注的倾听姿态。这些细节被 CP 粉们逐帧分析，但抛开滤镜来看，这确实呈现了王一博在感到舒适、信任的协作伙伴面前，
那种不设防的少年气和活泼面。如果说上述例子多少带着些古早色彩和特定工作环境的催化剂，那么近几年他在其他场合的表现，则更稳定地勾勒出了这条人际交往的边界线。2024年的巴黎时装周头牌，王一博与演员辛芷蕾相邻而坐。在品牌大秀开始前等待的间隙，现场流出的视频片段显示，王一博侧身与辛芷蕾交谈，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甚至拿起手机，疑似在向他展示或讲解什么内容。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与他独自一人时那种放空或沉思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在相对轻松的非工作核心场合看秀而非拍戏，与聊得来的同行进行的自然社交，同样属于他甜度释放的范畴。他不那么炽热，但足够松弛和真实。更进一步，即便是在需要高度配合的团队工作中，他的温度调节也清晰可见。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系列担任队长时，尤其是第3、第4季，面对自己熟悉的舞者，进入专业讨论环节时，他的语速会明显加快，表达也变得具体而直接。他会为了一个动作的细节和舞者反复商讨，会因为在排练中取得突破而兴奋的鼓掌，也会在队员面临压力时，用“我们再顺一遍，没事，刚才那样也很好”等方式进行鼓励。这里的他话依然不多，但那种全情投入、并肩作战的状态，让整个团队氛围呈现出一种扎实的凝聚力。这种热是基于共同目标产生的专业热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极致的冷热反差？这或许需要回到王一博的个人成长轨迹和职业特性上来观察。他从小离家学习舞蹈，在一个竞争激烈且需要极度自律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习惯了将情绪内化，用行动和结果说话。出道后，尤其是在2019年凭借《陈情令》蓝忘机一角迅速跻身顶流之后，他所处的舆论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一言一行都会被无限放大解读。这种高压环境迫使他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的外部表情管理系统，用冷脸作为屏障，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过度解读，将精力最大限度地聚焦于工作本身。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职业素养的体现。而他的热，则全部投注在了那些经过时间或共同经历筛选过的安全区内。这些区域包括像魏克然这样在专业上给予他高度指导与信任的合作伙伴，像肖战这样在职业生涯关键期共同拼搏、相互理解的昔日搭档，像辛芷蕾这样在轻松场合能自然交流的同辈艺人，以及像他战队舞者这样在专业领域内共同追求极致的同行者。在这些关系里，他无需耗费心力去进行表情管理或风险预判，可以遵循本能，展示出好奇、专注、愉悦甚至顽皮的一面。他的笑容、他的多话、他的主动，都成了某种认证标志，标志着此刻他处于一个被认可、被信任的环境中。这种人际模式，在内于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和舆论场中，其实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它挑战了传统意义上偶像必须时刻保持完美亲民笑容的准则，也打破了不少人顶流必然擅长社交应酬的刻板想象。王一博的冷，让他在喧嚣中保持了一种奇特的静谧感和专注力，而他的甜，又因为其稀缺性和明确的指向性，反而显得格外真挚和有分量。粉丝们热衷于捕捉他变甜的瞬间，因为这些瞬间如同密码，破译着他真实的情感连接和内心认可。公众也通过一次次这样的反差现场，逐渐接受并理解了他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并非不礼貌或高傲，而是将所有热情都进行了精准投放。社交媒体上关于王一博双标的讨论从未停止。
每一次他被拍到与熟人热聊或展露笑颜，相关话题下都会聚集大量讨论。王一博不是不会笑，他的笑是分人的，他的冷漠和热情都太真实了。这类评论获得了高赞。这种舆论反馈恰恰印证了当下观众的一种审美转向，相较于滴水不漏的完美偶像，他们更欣赏这种有棱角、有区隔、遵从内心秩序的真实个性。王一博的冷热反差，在无意间成为了他个人特质中最具辨识度的一部分。他或许会让一些期待他八面玲珑的人感到失望，但却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在复杂娱乐圈中努力保持自我节奏，用作品和实力说话，并将有限情感能量留给值得人与事的鲜活个体。所以，下次当你在看到镜头前神情清淡的王一博时，或许可以多一份理解，那并非冷漠，而是他为自己保留的一片禁区。而当你偶然瞥见他眼角眉梢突然绽开的笑意时，那便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刻他正身处令他感到安全、愉悦或极度专注的热欲之中。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他完整的人格画像，缺一不可。他的世界有着清晰的温度分区，而通往那些温暖区域的通行证是时间，是共识，是专业上的彼此成就，以及心灵上的某种共鸣。这远比一个恒温的微笑面具要来得复杂、有趣，也真实得多。